苏格拉底曾说，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珍宝，那就是知识；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罪恶，那就是无知。确实如此，知识凝聚智慧，无知产生罪恶，甚至无知还会酿成悲剧。生活中有太多的悲剧，都是因为无知酿成的。正如今天文中的这一家人，仅仅因为吃了一顿馄饨，一夜之间导致妻女惨死，凶手却隐形无影。事发地点位于天津。当天早上，一户人家的男主人醒来后，发现一床之隔的妻女尸体僵硬，以及昏迷不醒的大女儿。案发现场扑朔迷离，一时间引人猜疑，有人说是谋杀，有人说是情杀。警方第一时间赶到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女主人横倒在地，7岁的小女儿则躺在床上，周围杂物伴随着呕吐物凌乱地散落在地上。房间窗户和门锁完好无损，死者也无外伤痕迹，警方排除了他杀可能性，转而围绕满地的呕吐物展开探究。就在警方毫无头绪时，医院传来好消息，丈夫谢忠与大女儿被抢救过来，但因为不知道病因，无法对症下药，身体各器官开始出现衰竭。根据父女俩的回忆，一切的源头或许就是那顿晚餐。事发当晚，吃完妻子包的馄饨不久，小女儿开始恶心呕吐，四肢无力，很快就躺在床上动弹不了。可惜，小女儿的症状并未引起夫妻俩的警觉，他们以为是天热积食所致，便把女儿抱到风扇旁边通风降温。谁料，正是夫妻俩的这一无知举动，反而加速夺去了小女儿的生命。随后，夫妻俩和大女儿也出现了恶心呕吐，胃部像是有团火在烧。为了缓解症状，谢忠还特地出门买来雪糕，却也没起太大作用。最后3人也昏睡过去。因病情严重，躺在医院里的大女儿最终也没能被抢救过来。面对一家3口因毒而亡，警方仍然一团迷雾，毒究竟藏在哪里？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负责搜查的民警接连中暑。经检测，他们血液中竟然含有剧毒磷化物。之后，警方顺藤摸瓜，发现一个奇怪现象，明明是30多度的高温，却无一只蚊虫。冰箱、柜子缝隙中还藏有大量昆虫尸体，显而易见，毒就弥漫在空气中。警方通过精密仪器测量，出乎意料地发现，毒源竟然在一旁的仓库里。隔壁仓库是储藏食品的地方，据房主交代，因为仓库堆积的都是食物，为了防虫，就把一种名为梁氏净的除虫剂进行拆装后分散在了各个角落。更令人无语的是，房主竟然投放了1公斤的除虫剂。众所周知，农药中含有剧毒成分，需要严格的储藏、包装条件才能放置在公共场所。而无知的房主不仅将农药严重超量放置，还没有采取任何密封措施，完全将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。如今，原本幸福的4口之家，却因一碗馄饨天人永隔。房主也因为自己的无知，不仅间接背上人命，还因此被判入狱，实在是令人叹息。生活中因误食、误用农药酿成的悲剧，远不止这一例。近日，湖南怀化一名6岁男孩身上长皮疹，奶奶以为敌敌畏可以杀虫，就用敌敌畏浸湿纸巾，放在床单下处跳蚤。第2天，男孩出现了呕吐、腹痛，背部还长出了水泡，被确诊为有机磷中毒。前段时间，陕西一位老人听信偏方，用敌百虫农药为12岁孙子洗澡，以为可以治疗因蚊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瘙痒，结果双双中毒送医。在浙江杭州，63岁的李师傅身上瘙痒，便想起了一个偏方，将敌敌畏涂在身上。随后，他出现全身无力、头晕恶心症状，后经医生进一步检查，被诊断为有机磷中毒。有太多的农药中毒案例，当事人明知农药毒性极大，且没有特效解药，却依旧心存侥幸，自以为是，终用亲身经历换来血的教训。想起卢梭曾经说过，
人类走向迷途，往往不是由于无知，而是由于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者，凭着自己的盲目认知，喜欢道听途说，迷信偏方，最终走向了不归路。曾经看过一名男子农药中毒后的死亡过程记录。24岁的男子小江，因与女友分手伤心欲绝，喝下了半瓶百草枯。这种农药的毒性与梁氏镜极为类似。小江被女友送到医院后，刚开始还拼命挣扎，嚷嚷着不想活了，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经医生检查，此时小江的肝功能、肾功能指标和血气分析严重超标，器官开始衰竭，需要立即抢救。治疗前3天，医生给小江身体排毒，但各项指标显示，小江的肺功能、肝功能和肾功能在继续恶化，他的呼吸不断加快，皮肤黄疸，口咽溃烂。治疗6天后，小江的黄疸和口咽溃疡持续加重，吞咽困难，情绪极度低落。此时，各种抢救措施基本失效，小江只能勉强维持生命。看到小江如此痛苦，家人同意放弃治疗。得知自己已经无药可救，小江既沮丧又后悔。他请求医生救活自己，并承诺照顾好家人。最终，在治疗10天后，小江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人世。一次赌气，半瓶农药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，实在不值。农药百草枯为什么那么可怕？可怕之一，没有特效药，百草枯进入体内，会破坏氧气在肺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这会导致肺部纤维化，中毒者能明显感受到窒息感，却毫无办法。除了肺部，全身的氧化还原反应都会受到破坏。此刻，如果抢救不及时或者中毒量太大，加之没有特效药，患者的致死率将非常高。可怕之二，痛苦的死亡。百草枯不是秒死毒药，中毒后刚开始症状轻微，只是恶心、呕吐、胃部灼烧感，但后续症状苦不堪言，说话困难，无法吞咽。紧接着，肝肾功能开始受损，心跳加快，难以呼吸。最后，肺部完全纤维化，病人无法呼吸，只能活活被憋死。百草枯中毒者曾形容，如同一条毒蛇慢慢地吞噬自己的身体，极其痛苦。他们无法痛快地结束一切，而是清醒地挣扎着。此刻，人的生命力伴随着痛苦的加剧一点点流逝，仿佛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活埋。而中毒者本人正在见证着自己的葬礼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隐形杀手，很多时候有毒的物质就隐藏在日常生活中。各类化学清洁用品看似带来了方便，但如果过度、不合理使用，对身体会造成极大危害。漂白剂和洁厕剂。不久前，一位3岁男孩在卫生间玩水时，将洁厕剂和漂白液混合在一起，不久就出现了口唇发紫、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。原来，洁厕剂中含有盐酸，而漂白液中含有次氯酸钠，二者混合后发生反应，释放出有毒的氯气。幸好救治及时，男孩终于转危为安，现在已经回家休养。空气清新剂。前一阵子，四川彬先生出游时误喝掉小半瓶的空气清新剂，随后彬先生出现剧烈头痛、眼睛红肿等不适症状，被紧急送到医院。诊断证明，彬先生是误服空气清新剂引起的中毒。空气清新剂大多含有苯酚，苯酚是一种易挥发、有毒的有机物。中毒症状包括头疼、眼睛不适、皮肤麻疹等。此外，由于空气清新剂含有易挥发可燃成分，属于易燃易爆品，遇明火容易发生危险，所以家里最好不要使用空气清新剂，尤其避免在明火环境下使用。樟脑丸。樟脑分为天然材料合成与人工化学合成2种，市面上大部分樟脑丸都是人工化学合成樟脑制成，其中可能含有对2氯苯、氖等一级致癌物，长期大量接触会对人体产生影响，特别是婴幼儿，
长时间接触容易诱发溶血症，损害脑细胞，可能引发脑瘫。曾看过一句话，人生从没有意外，你所谓的幸运，不过是还未被证实的侥幸。别让无知成为侥幸的借口，别让自以为是成为夺走生命的偏方。环境安全的觉醒，不该以生命为代价，因为这种代价，没有人可以承受。